很多人好奇高达这样的人形机甲是如何做出那么多精密且复杂的动作的呢？为了让屏幕前的各位在穿越到高达世界以后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份开高达的工作，UP这里也是简单的整理了一下驾驶高达的方法，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首先要说的是，由于高达分为很多的系列，驾驶舱样式呢也是种类繁多，而且就算是同一系列的作品，也会出现由于动画制作年代不同或片中的科技迭代不同，而在驾驶舱结构上面产生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就优先考虑较为入门级的驾驶舱像是1年战争中的那些机体或者是 W、C 以及00等作品前期中出现的那些机体。毕竟想要驾驶高精尖的机体那真是痴人说梦能不去驾驶铁球和 MA 这些棺材机就已经是天选之人了。而像是 G5 斗转那样的驾驶方式我们就先不讨论了，毕竟那个主要是看你会不会功夫了。接下来呢，咱们来先了解一下驾驶舱的结构。图中为高达驾驶舱的 3D 模型，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一些仪表盘，操控设备就是2个握柄以及2个踏板。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反直觉了。给大家看看战斗机的驾驶舱，大概是这样的。仪表盘数量更多，且按钮也非常的多，还有不少呢是已经功能集成度较高的旋钮。就这还只是驾驶在空中飞行的铁坨子而已，并没有那么多关节什么的。因此这个高达驾驶舱模型肯定是有很多内容没有花进去。我们可以看看 08MS 小队中的铁球，就算只有2个机械臂，也是需要一定量的按钮来控制的。高达就更不用说了，光是开几个副监视器就需要这么多按钮。可能有的人说了，那会儿动画制作者受年代所限制，现在的战斗机都用上触摸屏了，高达也应该如此。然而事实上呢，就算是现代触摸屏辅助操控的战斗机，在驾驶员之间的口碑都不是太好，因为少了旋钮那样的物理反馈，有时候并不能对操作有直观的认知。加上机械领域的一个真理，越复杂的程序 bug 就会越多，在操控机械这方面，反而是越古朴的机械传动会越可靠。因此我们暂且推断，高达的驾驶就是靠那2个操纵杆以及踏板结合若干按钮旋钮来进行的。触摸屏呢，可能是更接近杰刚队长那样，在选取复杂项目时才会采取的辅助操作。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如此少的按钮就驾驶能做出复杂动作的高达呢？这个其实阿姆罗在79年第一次看到高达说明书时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就是借助 AI 以及机器学习来实现。这时肯定很多人都会想到了预设定了。确实在高达程序中预先设定好极为丰富的动作以及应对的按钮，就可以根据需要快速做出反应了。但是这么一来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动作多了，岂不是驾驶舱就成这样了？这么多按钮别提操作了，光是背下来它们是什么作用就已经够费事了。战场上一紧张再摁错了或者是摁慢了，那不是找死吗？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那就是组合按键。给大家举个例子在08M小队中，当大家驾驶陆战高达走出基地时，卡莲只是向前推了一下右手的推杆，就完成了匀速前进的指令。而在战斗中呢，男主也是向前推右手推杆，却让陆高进行了高出力的推进动作。更夸张的是，当小混混坐上陆高以后，随便后拉了一下右手推杆，机体却进行了扭头的动作。所以说单看这几个画面，驾驶员就通过这个右手推杆分别完成了陆高的步行、推进以及转头3个动作。细化一下，这还包含了控制步行的速度、控制推进的力量、控制扭头的速度。如此呢，我们可以推测高达的操控肯定是使用了大量组合操作来完成的。比如前推右推杆时，会根据力度调整走路的速度，甚至可能快速推杆就可以进行跑步的动作。而当你要进行推进时呢，则是推杆配合脚踏板来完成的。扭头可能是按下其他按钮的同时再拉动推杆进行右转头，推动推杆进行左转头。那这么一来高达各种复杂的动作大概原理也应该明了了。我们以这一幕为例陆高先是跑步顶顿向前，那就是猛推右推杆，摁住举顿按钮之后，通过左推杆控制盾牌的位置，近身后放下盾牌，复位左右推杆，再踩下脚踏板，同时呢再次猛推右推杆进行紧急上推，落地后按下光束军刀使用按钮，并用左推杆掌控砍出的时机和角度，同时呢猛推右推杆向前跑动，最后靠左推杆以及些许的辅助按钮完成挥砍以及突刺的动作。松开推杆，扔掉光束军刀，这就是山大寺军曹的一套民工连了。你学会了吗？当然了，这里还有不少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如推杆貌似只是单轴的，那么如何控制光束军刀挥砍的角度以及盾牌的摆放位置呢？这个有可能是推杆也有纵轴的可控角度，即手柄的上下摆动，以及在预设动作中只需要些许的微操
操就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秀翻天的操作，比如用手轻轻握住人类，甚至是2个高达十指相扣，这都是咋做出来的？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涉及 AI 控制了。比如说，当你下达抓住指令时， AI 会自动识别周围有啥能抓的东西，然后替你选择合适的抓握点以及力度。当目标是人时，只要你不是过分的推杆，就会使用合适的力量轻轻握住。而如果当你把目标设为另一台机体，则 AI 识别的就是那台机体离你最近的手。与此同时呢，对方的 AI 也同样识别了你的手，然后呢，2个 AI 就互相理解了，就十指相扣了。我这么解释，你们满意吗？那么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啊，首先高达操作是以预置动作加组合按键的方式来进行的。你看到高达做出的各种花式动作，其实呢，对于驾驶员来说，只不过是按下预设按键后选择目标射击而已。AI 会自动帮助你选择最适合的人体动作来完成你的指令。其次 ，AI 的识别能力要远比你想象的高得多。遇到复杂的地形等情况，驾驶员其实依旧只是简单的前推杆，但 AI 呢会帮你计算你的机体该如何抬腿，该如何缓冲等等。驾驶高达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好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能够让你们迅速了解开高达的方法，你们可以准备去穿越了啊！如果战场上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等老手解答哦。OK， 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浮游炮这种在战场上能够嘎嘎乱杀的武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在上期视频中，很多小伙伴学会了高达的驾驶方式，于是纷纷穿越到高达世界进行了实践。其中有一些小伙伴私信我说，他们通过精湛的操作，已经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并获得了成为强化人的资格了。甚至有的小伙伴发现自己原来是 New Type 或者是高级空间认知能力的持有者，想在驾驶搭载浮游炮的机体之前，先了解下这玩意儿的操作原理。那么 UP 就送佛送到西，本期给各位 Ace 介绍一下浮游炮的有关知识吧。在了解操作方法之前，我们还是要给浮游炮的种类做一个划分。像大家最愿意穿越的3个高达世界 UC、SEED、00，他们的浮游炮其实也是有着些许的差异的。UC 里是基于 SAC-MIL 系统研发出来的浮游炮， SEED 则是基于分离式统合控制高速机动兵器网络系统而研发出来的龙骑兵。00则是基于以 VIDA 为代表的量子计算机辅助而研发出的。咱们就先来看看最传统的浮游炮。在 UC 宇宙中，无限式浮游炮只有 New Type 和强化人是可以使用的，因此算得上是精英中的精英武器了。如果你不是 New Type 却被选中当强化人，尽管会有一些不那么人道的体验，但机会确实难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当然了，有限式浮游炮普通人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那个虽然威力大，不用考虑续航，但终究是连着一根线，跟带着一只小狗一起战斗没啥区别，战术灵活度呢也差了很多。我们就不深入讨论这个了。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浮游炮的运作原理。作为一个成熟的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是可以有目的性的使用感应波的，而感应波呢，其实就是脑波的一种。同时，感应波是可以利用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通信的。是的，又是万能的米氏粒子哈。我们看到剧中 New Type 的各种来电，或者是 New Type 聊天室，就是他们通过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的感应波互动。甚至有些非常强大的 New Type 还可以给对面下个蛊什么的，简直是恐怖如斯啊！可问题是，人类可以通过感应波来互相理解沟通，但机器却不可以。毕竟人类的感应波它用的也不是机器的语言，于是能够把感应波翻译成电信号的系统SAC-MIL系统就诞生了。它可以将感应波中有用的数据，如方位、坐标、开火时机、运动方向等等，翻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指令，从而达到高效的人机交流。在这个基础上，浮游炮的使用方法就很清晰了。首先呢，作为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的你们，散发出带有明确指令的感应波，在被SAC-MIL系统接收以后，由系统将这些信息以任务的形式发布给浮游炮们。如此一来呢，就可以实现浮游炮的有效控制了。不过在操作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UC 后期的浮游炮体积一般不会很大，因此呢，储备的能源也不够多，你需要提前计算返航所需要的能源，否则这个高研发成本的东西来不来被你弄丢几个，恐怕高层就不会给你好脸看了。毕竟并不是人人都有阿姆罗那样的待遇，是不是？其次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强大的 New Type 或者一些带有变态般的精神感应系统，会对你的感应波做出反应，有针对性的剥夺你对浮游炮的控制权，甚至呢还会追杀你。如果还想活命或者是不想体验被 NTR 的感觉，那就赶紧跑吧，小命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在 UC 纪元，你是 New Type 也好，强化人也罢，最好别在联邦这边，他们不但处处提防着你，还会拿你做各种实验。相对来说吉翁那边待遇会好很多，你懂我在说什么吧？接下来再来看看 SEED 系的龙骑兵。严格
意义上的龙骑兵，是不包括零式战机的那种有线筒子炮的。这一点啊，希望各位驾驶员注意，别被人忽悠了。而 C 的宇宙中的龙骑兵运作原理与 UC 是相似的，只不过 C 的龙骑兵是使用幻象粒子进行通信媒介的，而且呢是有量子计算机辅助，因此并不需要驾驶员发送感应波啥的，而是由头盔上的脑波感应器与驾驶员的神经直连。因此在 C 的后期有了超级龙骑兵系统以后，即使你没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也能够使用龙骑兵了。只不过基本的空间认知能力啊还是要有的，不然你思维跟不上。那么 C 的宇宙的龙骑兵系统使用步骤啊就很简单明了了，拢共分3步。第1步，把指令传出去；第2步，派龙骑兵出去；第3步，让他攻击或者回来。同时呢，至少在 CE71年和73年打得最热闹那几年是没有什么脑波攻击的，因此啊也不用害怕自己会被 NTR。所以相对来说，在 C 的体验龙骑兵还是要比 UC 好多了。最后再来看看00啊，恭喜你，如果你来到00世界，那么你的体验将会非常的舒爽。首先，由于这根粒子拥有改变物体质量的能力，因此啊，00宇宙的是可以在大气圈内使用的。就光这一点啊，就比 UC 和 C 的要爽太多了。其次，是可以通过 AI 系统自行运行的，这一点呢与 C 的后期的超级龙骑兵类似。再加上在编的机体，还有 V 的这个超级量子计算机辅助，基本上你上战场之前给 V 的点根烟，孝敬他老人家一下，就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了。而如果你恰好是变革者、准变革者或者是强化人，那么也可以自己通过脑量子波来控制。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操作起来更能如你愿；缺点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还不如人家 V 的规划的呢。所以建议还是直接托管，专心本体的操作吧。好了，以上就是高达宇宙中比较常见的浮游炮操控方式了。希望通过这些简短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浮游炮的使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具体的操作还是要多学多练。祝各位能够在战场上再见奇功。OK， 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选择一台高达带到现实世界，你会选择哪台？其实这类话题啊，与其说是讨论选择什么样的机体，不如说是讨论你想要做怎样一个人，再根据你的行为选择合适的机体。所以啊，此话题讨论的方式就显而易见了，根据你的性格来选择机体。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守序善良指的是遵纪守法、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上呢属于是跟着政府走的，以宣传本国国力为主的。那显然啊，就是闪光高达这样的奥运会机体最为合理了。本身设计出来就不是为了杀戮的，外观呢又很正，适合拿来做宣传，基本满足了守序善良的需求。当然了，魔女里边那些学院派机体啊，也是类似的道理。中立善良就是总体还是很善良的，但由于你的善良会抵触一些来自高层的命令，算是比较有想法的。但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太过分的强大，这样啊会被高层所忌惮，就像阿姆罗一样，一直被联邦政府防着。这种呢比较适合像死神这样的机体，能够执行的任务种类不算太多，主要都是斩首行动，定点消灭个别穷凶极恶的人。而实在不想执行上级的命令时呢，还可以开个隐身跑路，隐居生活。混乱善良，无视政府，不喜欢被组织和命令，但有善恶观，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这种啊就是日漫里边经常出现这种主人公了，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独立性。比较经典的就应该算是 C 的终端机了，在保证自己的实力的前提下，不被他国所控制。那么少年，这台强袭自由你喜欢不喜欢？守序中立，做任何法律和政府要求做的事儿，遵纪守法的平民、普通士兵，这种其实最简单啊，直接混公务员再编职位的。机体呢被拿去量产你也能接受，反正最后给一个不错的待遇就行。像是各个作品中的初代主角机就比较合适。完全中立，背景板角色，内心麻木，不会去辨别善恶。如果非说要是高达的话，那就是陆战高达吧，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量产，能力呢也不算太突出，但又能让你体验开高达的感觉，这就够了吧。混乱中立，崇尚自由，抗拒管理，不喜欢服从，不刻意干好事或者坏事，有点类似铁血中的非政府势力了。那像巴巴托斯这些机体啊，就比较符合你的气质了，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守序邪恶，有组织有纪律的干坏事，那就是各种反派 BOSS 机吧，有着自己的目标，而且机体强大到能够支撑你实现目标。外观呀，一般都透露着一股邪气，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不简单。中立邪恶就是纯粹的邪恶，那无疑啊就要选择00系机体，因为它有万能的质因粒子、无限续航、
这是保证大家独立的基础，会隐身，满足了很多想偷偷摸摸搞事情的人的需求，能让机体变轻，这个其实相当重要啊，不然你一步一个大脚印子，早晚惹祸上身。能提供360度无死角的防御，使你拥有无双的资本，能使雷达等侦测手段失效，保证你每次搞完事情都能全身而退，简直完美。邪恶混乱，无组织无纪律，肆意杀戮。看到这个描述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宇宙妖花，不但对 MS 这样的大型兵器有着相当的压制力，并且对人类啊也是有很强的屠杀能力。虽然呢它不是高达，但却极其符合混乱邪恶的需求。当然了，上述分类范围啊比较宽泛，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可能还会有所细化，并且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相同。不知大家会如何选择自己的高达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哪一种高达的操作方式最为合理？在之前讨论高达的操控方式时，很多人认为片中的传统驾驶舱太落伍了，操作起来也太累了，并纷纷推荐全金属狂潮、EVA、环太平洋等作品中的操控方式。但这些毕竟啊是其他科幻作品基于他们的世界观所创造的，而高达作品内，大家则是比较推荐脑控以及武斗传的操控方式。但他们真的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好用吗？今天啊，就让我们再来讨论讨论高达剧中出现的最合理的驾驶方式是什么吧。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最传统的推杆加按钮的驾驶舱。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原理了，其实啊，就像很多人所说的，类似复杂化的挖掘机。大家有兴趣啊，可以看看。当时呢，我是拿山大斯的一系列操作来举例的，很多人表示这也太复杂了，根本学不来。但事实上啊，山大斯作为能开上陆战高达的驾驶员，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存在了。他的操作也是有着大量的实战经验和肌肉记忆的，并且啊，人家不但是要打出连招，还要涉及到木压、力回等技巧，这确实不是咱们这些新手能一下领悟的。就连我们常说的独角兽杂兵战场，那些杂兵啊，其实也都是老兵油子了，操作其实都算得上是秀翻天的了。真正符合咱们这些新手的操作，其实呢，就像这些排队等着送死的新兵，以及这种一堆人站桩输出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操控不过来，就连基本的移动射击，就算他们在模拟战中练了好几次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面对着枪林弹雨，那没被吓尿裤子就不错了。不是大脑直接放空，就是手脚不听使唤。而且别提新兵了，就算是有的 ace， 战场上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也就只会推杆捅以及推杆捅了。但事实证明，你就算是只把推杆捅这一个操作练到位了，那也是能有相当不错的战绩的。这时有人说了，那说来说去，这不就是证明了传统驾驶方式太复杂，不适合新人吗？那为啥不去考虑更先进的脑控驾驶呢？嘿嘿，你以为传统的驾驶对新手不友善，脑控就对新手友善了吗？咱都不提脑控技术的准确率以及在战场上的抗干扰能力了，就假设这些问题在高达宇宙的科技树中都解决了，设备完美了，那你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吗？要知道，大多数脑控设备的驾驶员都是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他们所发出的脑电波强度是远超于普通人的，这样才能让设备顺利运行。就算有的设备亲民一些，普通人也能用，那你能保证你的脑子在战场上那种嘈杂的环境中会那么听你的使唤？人脑终究不确定性太多了，就像你控制身体时，很多动作其实都是通过肌肉记忆下意识完成的，而当这些动作都需要你的大脑来进行操作时，所需要的思考量就远超出你的想象了。更别提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你的大脑放空走神。如果是传统驾驶舱啊，你还能下意识的靠肌肉记忆推一下推杆来进行移动，而一旦全靠脑控，你当时大概率啊就整个人愣住了，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一个。所以脑控这个东西啊，学习成本是远比你们想象中要高得多的。你就这么想吧，学习开挖掘机和保持看到漂亮妹子能不动任何歪脑子的状态，哪个更难？不是我说啊，相信大多数人啊看到漂亮妹子，别提能做到不动歪脑子了，估计那一瞬间你把孩子名字都给想好了。就这还想开脑控机？先出家学一下4大皆空吧，然后再来说说武斗传这种，说白了啊就是体感操作。这个东西啊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机械延迟有多少？机械是否能够完全实现人体的极限动作？机体摔倒了，驾驶舱里的你会有什么反馈？操作服如何让你模拟机甲现在的姿势？如果你当前的姿势与机甲严重不符，每次都需要先归位再重新制动，在战场上是不是破绽也太大了？如果你不归位，身体与机体之间的误差如何弥补？等等等等。所以说啊，单看高达作品，武斗传这种显然是太异想天开了。那铁血怎么样呢？这种介于脑控和传统操作之间的驾驶方式确实相对合理一些，但问题就是太费驾驶员了。普通人估计打不了几场啊，就已经和后期的3名一样了。你人缘再差点，连高达阵估计都体验不到。
这穿越过去爽几把以后就当植物人，属实有点不值得。而像其他作品，比如水星的魔女什么的，那说白了呀，就是极大程度的加强了 AI 的辅助能力，这个才是正道。但原理啊，其实又跟传统驾驶舱差不太多，只不过 AI 更强大，你的操作更加简洁。你看这说来说去，还得是传统驾驶舱加 AI 的组合，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呀，属实不适合咱们这些普通的穿越者。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开高达时突然想上厕所了怎么办？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想想啊，骡子和鸭子正紧张的激情四射呢，这会儿万一突然骡子肚子疼了，集中力涣散，反应力下降，腹部轻微抽搐，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跟夏亚说：“此时的我是不完备的状态，你能等我去解个大手吗？”以总帅那小心眼，还不当场就给他算计了。更典型的例子是高达004小强被地球联军围攻时，从白天打到半夜，4个人啊就没挪过窝。正常来说啊，成年男性至少是3-4个小时就要小便一次的，就算憋，最多也就5-6个小时。万一再有谁前列腺有点问题，当时啊不得难受死？那他们是怎么解决大小便问题的呢？总不能驾驶舱里边还备个厕所吧？那是上个世纪轰炸机的配置了，而且高达驾驶舱更类似于战斗机的驾驶舱，是没有那么大空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咱们可以参考一下现实情况，也就是战斗机驾驶员的大小便解决方案。首先是出击前做好准备工作，控制饮水量，也不要吃过凉或者过辣的东西，以避免出现腹痛的情况。其次呢，是军方也给驾驶员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小工具，早些年间有简易的尿袋，以及稍微人性化一点的尿桶，这个主要是毛子那边以前用，里边呢有化学物质可以中和气味。米国那边呢则是尿包，功效与尿桶类似，但是这些小工具啊都有一个缺点，就是每次小便都要解开衣服，而且操作啊也要分心，必须在低速飞行以及安全区域才能使用，也不算太好使。当然了，还有更人性化一点的，如抽吸内裤、尿不湿，还有一种呢是导尿装置。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啊，真的是下体一紧啊！我下意识的以为这个跟医院重病患者的那种一样啊，是直接插管的。看了下说明呢，才了解这玩意儿是贴在恰当的地方，靠抽吸的方式来收集尿液，而不是直接插进去。我就说呢，这飞行的时候来不来就各种高 G 的体验，一直在那插个管子，到最后估计就不是抽尿，而是抽血了。而高达宇宙科技会相当发达一些，相信驾驶服的吸水性啊也会更强，所以尿不湿 Pro Max 应该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了。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说了啊，这不都是解决小便吗？那大便呢？这个其实现实中啊很难有参照。一个是现实中的战斗机任务，通常最多也就1-2个小时，小便的情况都很少见，更别提大便了。可是高达则完全不同，由于大多数作品都是核能机了，而且也经常在宇宙中作战，大几个小时的任务啊也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如果他们真的在任务期间想大便，那解决方案就只有一个了，拉裤兜子。虽然这么做啊，可能任务后会被整备班的发现，从而呢被大家当笑话看，但好歹啊，你还能看到他们笑话你。你要是真一直憋着，导致战场上面失误过多，那你可能就直接升天了。名声和生命，显然还是后者更重要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动力。我们下期再见。如何组合出一台最强的高达？现在高达作品出了这么多了，每一座机体啊都有自己的特点，有擅长切兵线的，有擅长打要塞的，有操控方式比较拟人的，有机体限制了驾驶员的，还有专门重启世界的。如果我们将这些机体的优点聚合到一起，并假设所有的技术都能兼容，如此造出一台完美的高达会是什么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随便歪歪一下吧。造一台高达，首先要从内部的结构开始。那么最佳的选择，我认为就是独角兽的全精神感应框架，可以直接读取驾驶员的脑电波，进行各种细致的操作。同时呢，还能夺取对手浮游炮类武器的控制权。实在打不过了，还可以试试引发个奇迹啥的，算是兼具科学与玄学的最佳选择了。系统方面，在以精神感应框架为基础的同时，我们给驾驶员也配备了生物电脑，让机体与驾驶员的配合更加和谐。再配上零式系统，辅助驾驶员对战场局势做出预判，再配上自由高达的锁定雷达，便于清杂兵。然后呢 ，X 高达的贝塔机指挥系统也配上，让他们成为大型的浮游炮。如果觉得操作不方便，还可以往贝塔里边埋入哥哥姐姐们，让他们自行判断以及行动。最后以防万一，把导 A 系统也放进去，驾驶员不行的时候就一切交给系统吧，开月光碟啥的兜个底儿。动力源方面，我们也优先考虑导 A 的坍缩炉吧，毕竟这玩意儿还是有很多未知性能没有解锁呢。我们这台高达要带动的装备太多，也就只有它能带动得了了，估计。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搭载太阳炉，这样就可以改变机体的重量，达到不使用推进器也能飞行的效果。哦，这么说来，
Transm 系统啊也不能少，直接整 00Q 的不但能超频，还能直接量子化。当然了，除了 Transm 的短距离爆发速度以及远距离跃迁，还要考虑中距离的迅速推进。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米诺夫斯基推进器出场了。为什么不用 SEED 系统的光辉传递者呢？因为米推不但有光翼，速度快，而且它的光翼还能当武器，这样更全能一些。然后是机身，我们选择高达 W 的高达尼姆合金，非常结实耐打的同时，还能将本体重量控制在10吨以内，以保证GN离子超频耗干以后依然有充足的机动性。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给外甲通电，达到 PS 装甲抵抗实弹的效果，再在装甲表面涂上铁血的反光束涂层，最后再在机身上配置 GN 立场生成器。这样的外甲啊，想要打穿，至少要先用强光束武器破 GN 立场，再使用实弹武器破反光束涂层，再用非常强力的光束来破具有 PS 装甲性质的高达尼姆合金。只要驾驶员不是3流技师，应该都不会同时被这些武器打中的吧？当然了，打中也没事儿，我们可以给装甲再加入岛 A 高达的纳米科技，形成纳米皮肤，使其拥有知性进行自我修复，并根据伤害来源协调 PS 装甲与涂层之间的作用力度，这样就安全多了。武器方面 ，DX 高达的月光炮肯定是不能少的，零式飞翼的双管步枪也保证了手持武器的出力，腰间的效仿自由放俩磁轨炮，双手两侧呢则配上加特林，保证实弹输出，头部放一个 ZZ 脑浆炮，方便驾驶员头看向哪儿就能打哪儿，背后再配上一对翅膀，保证华丽度的同时，还能搭载小型浮游炮搞偷袭，同时背包也支持光子鱼雷的使用，保证一定的魔法输出，腿上也搭载上导弹舱，确保有中距离激光制导武器可以使用，正面也配上光束刃吧，万一需要踢人呢。最后后勤方面配上 AGE 的黑科技 3D 打印，战场上发现需要什么特殊装备时，赶紧打印一份带上，这样机体的特化问题啊也能解决了。至于这个组合出来的高达长什么样，因我的 PS 技术啊实在是搞不定，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大神能 P 出来吧。这时可能有人问了，百密必有一疏，如果高达就是没打过对面，岛 A 系统又被对面针对了，怎么办？那这样吧，咱们再在驾驶舱里边放一个多蒙，如果发现形势不妙，直接放多蒙出去把对面给手撕了，这样就完美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世界中的新人类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成为新人类？接下来对新人类一词的解释主要来源于 OFF 和 GPF， 其中呢 OFF 的出版时间较早，因此在他所提及的设定中并不包含后来的独角兽的设定，所以一些细节逻辑上面可能会有些冲突，希望大家周知啊。最早提出新人类这一理念的是吉翁戴肯，其实他口中的新人类不过是一种愿景，他预言人类将在宇宙中迎来进化，宇宙居民也将成为人类下一代的根基。他希望未来的新人类拥有着相互理解彼此的能力，并能够从根源上杜绝战争的出现。而具体到新人类的表现上，在戴肯口中也只能说是拥有着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由于此时的新人类一词啊，连口号都算不上，所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定义。说起来哈，传言达芬奇和特斯拉也有着光看事物外表就能解析内部构造的能力，难道说他们就是早期的新人类？开个玩笑罢了啊，大家不要当真啊。而当扎比加上台以后，新人类一词的含义就开始有所转变了，也就是基连扎比口中的优等人类生存说。此时的新人类一词完全成了扎比加鼓动民心的宣传口号，让宇宙居民产生民族意识，来对抗联邦政府的镇压。UC 纪元的学者们纷纷将其评价为旧世纪的神选之民思想，也就是纳粹主义。同时，相较于吉连扎比拿新人类当口号的行为，基西利亚扎比则是付出实际行动，着手于新人类在军事用途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啊，无论是吉翁戴肯还是吉连扎比，都只是政客罢了。他们所说的新人类不过是思想层面上的，真正将新人类的特征具体到表现层面上的，还得是紫色老太婆。它将存在于新人类身上的两大特质：超强空间感知能力，能发射感应波的能力，合二为一，制造出了专门供新人类使用的武器赛可缪系统。由于该系统使用的是米氏粒子通信，因此可以让新人类在米氏粒子浓度较高的环境中，也能够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超视距打击。这种直接改写战场游戏规则的发明，确实可以成为吉翁翻盘的底牌。只可惜啊，新人类实在是太少了，而且还偏偏有一部分在敌对阵营。新人类彼此之间啊，又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因此到了战场上，还没等赛可缪系统大发神威呢，就被对方的新人类给擒贼先擒王了。这里啊，有着两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那就是紫色老太婆和联邦公认的这部分新人类
也就是阿姆罗、夏亚、拉拉他们，会因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自相残杀。就算是阿姆罗在1年战争中体验到了因亲手杀掉拉拉所带来的痛苦，可到了格里普斯战争期间，当阿姆罗感受到强化人的存在时，又一定程度的展现出了好战的一面。至于卡缪和希洛克则更离谱，直言感受到彼此是一种压力，是一种让人厌恶的感觉。这与戴肯所预言的新人类会彼此相互理解、消除战争，简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另一个是新人类目前的表现大多都是基于战场上的，而且还是基于米氏粒子的。由于有米氏粒子干扰雷达，才有了视距内作战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新人类才能够发挥其超强的直觉，规避射速极高的光束枪，同时也有借由米氏粒子通信才能够做到的超视距打击。也就是说，没有了米氏粒子，新人类在战场上的能力将大打折扣。这么看来的话，与其说他们是适应了宇宙生活的新人类，不如说像是被米氏粒子所改变的人类。怎么说着说着，就感觉00中变革者加真人离子的设定与新人类和米氏粒子的设定简直是如出一辙呀。唯一不同的是，从戴肯的角度来看，这些新人类驾驶员并不是他所希望的新人类，00中那种变革了的且互相理解的人类才是他所期望的新人类啊。好家伙 ，UC 正统在00是吧？不过表现上的新人类是受米氏粒子影响才出现的这一点也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其实像木星考察队那帮人，比如布尔上尉希洛克应该是跟米氏粒子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成为了新人类了。客观上来讲，成为新人类的条件，甚至到底什么是新人类这件事都还很模糊。这一点高夫妇也自己也承认，在新人类刻画上越来越有一种超能力者的感觉了。然而这其实并不是他心里想要的效果，而且新人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预知未来的能力，他们只是直觉非常的敏锐，反应非常的迅速，给人一种能够预测未来的错觉而已，与那些所谓的超能力者更是两码事儿。而在动画中，雷比尔将军和德金扎比也都会感慨，新人类本来指的应该是不再需要进行战争行为的人类，结果现实却是大家把新人类当成了超能力者使用的战争工具，到了战场上二话不说，新人类之间就先自相残杀起来了，属实是讽刺。而由于新人类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军方这边则是放弃继续挖掘新人类群体，转头研究强化人，想以人造量产的方式实现新人类武器的军事化，因此一切与新人类有关的资料都被封杀。新人类一词又是吉翁那边提出的概念，在联邦这边也成为了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东西。可是军方看法归军方看法，超能力者这个东西到了民间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拥有着异于常人体质的新人类很容易被民众所向往，甚至是敬仰，进而衍生出各种宗教。尤其是当阿姆罗引发阿克西斯奇迹以后，新人类的神话程度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如果联邦再不有所作为，以阿姆罗为标志的第二个吉翁戴肯可能就要孕育而生了，这才是联邦最为恐惧的。以上就是新人类与联邦和吉翁之间的关系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变成新人类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关于新人类是什么，别提剧中的人物，连高父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表达清楚。如果说你只是想成为剧中的阿姆罗那样的有超强的感知能力且能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的人，那只能用戴肯所设想的在宇宙中生活就能变成新人类这一方法了。因为虽然阿姆罗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但也在宇宙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其他新人类也大多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如果想要成为新人类，就先完成上宇宙这个小目标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创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